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菜，90%的厨师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金门老爆三。天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中国还在被外国的那些列强欺负的时候，在我们天津有很多的租界，还有很多的海外过来的外商啊。所以说，在天津的饮食文化里边非常的丰富。你在家里边会做腰子菜吗？不会，主要它太骚。骚可以用哆来咪来去解决掉它。骚骚啦，哆来咪，嚯！刀工也是极其的要求严苛，对这些的老菜一定是抱着12分的崇敬。正面刀口一致，翻面形状完整，这就叫活儿，我亦无他，手熟耳。在天津呢，一般都没有人叫大哥，都叫儿哥。就是我打小是在天津人的人群里边长大的，母亲那个工厂是从天津外迁过来的。刚嘎完腰子又拉干，能好吃吗？你把那嘛的去了，真香啊！3样食材各自腌制。这道菜的腌制方式呢，是上浆和挂糊融为一体的过程。这菜其实也是做给懂行市的人。你要不懂这人，你哪知道后边有这么大的工？没有这些工准备，你哪能吃到后边的一些美味儿？为什么说晋菜从鲁菜里边脱胎出来的呢？是因为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天津菜里边以咸鲜为主，旺火快炒，善做趴菜，都是我们传统的鲁菜里边特有的技法。做爆菜不调碗芡，那就是耍流氓。葱姜蒜泡在汁儿里，葱姜蒜有50%的香味儿出来。一会儿有个重要步骤，如果说是做天津菜，没有这口花椒油，他就不敢说是正宗地道的天津菜。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字儿，炖着，等锅里的花椒持续把它的香味沁到油里边，才能形成了花椒油的浓香。火力保持着5成热，肉片从入锅到出锅保持黄金时间30秒，7成热的油温，腰花猪肝一起入锅，从入锅到出锅黄金时间30秒。90%的厨师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控制酱汁的葱姜蒜，边边炒炒，这味儿才能充分的100%的释放。3样进锅，酱汁入锅，快速的锁住所有的水分，放点青红椒，传统没有啊，夏叔自己家的。老爆三临出锅之前的2个重要的味道，一个是出锅蒜、花椒油，这就是经典的金门老爆三。开涮！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出的椒麻鸡，必须是原土开店。溜达鸡下锅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按摩，就是让鸡肉自己放松。一会儿按着人的大名。直接做一锅大的开水，通过这种沸水让鸡皮快速的收缩，黄金时间15秒，出热水过冰水，咱们要3热3冷。第3次入锅，咱们要保持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进了锅我就不出来了。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水南北好风光。汤锅完全沸腾的时候，改成最小火，保持在95度左右，把这肥鸡煮它25分钟。那一边呢，咱们煮着鸡，另外一边咱们开始调花椒油、辣椒油，还有一个就是椒麻鸡的汤汁儿。乾坤大挪13亿，夏叔说的就是那个姜谱。前期准备是我们姜式椒麻鸡的灵魂所在。先保持一个快速的熬炸。做我们新疆的椒麻鸡呢，这些工序必须得是提前1天准备。香辛料给它煎炸的带些的小金边的时候，给它捞干净了。整个的花椒煎熬的时候不能超过120度，成熟度过高，花椒的麻味就会迅速减少。上头啊！直顶天灵盖，锅里边的水声消散殆尽的时候，花椒油熬成煎炸到火候十足的花椒，轻轻的碾压就能酥碎成渣。在我那会儿拍那个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电视台的一个真人秀，用了2个月的时间跑遍了绝大部分新疆。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有新疆之行。2种辣椒往锅里边一丢，就是让辣椒脱水出辣，变得更加浓香宜人。辣椒色泽红润的时候，今天炸明天吃，味道才能更加的有层次。说得对，锅里边放一种动物的油脂，让整个的椒麻鸡汤浓香四溢。这块油它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肥鸡出锅泡冰水，一定是浸泡透，火候刚好，鸡肉出熟，纯手撕的，这才是正宗的椒麻鸡。这肉可带劲了，新疆给我留了太多的美丽记忆了，尤其是新疆的味道，辣条子、大盘鸡，还有我们的这个椒麻鸡，它们里边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美丽味道。开涮！这道菜讲究一个筷子薄可透光，100年的一个经典名菜，顺德鱼生，鲜、纯、净。我给你讲明白这3个字的真正含义。
鲜不鲜？这道鱼生其实它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年之前，在南宋期间呢，鱼生啊应该是上至皇宫，下至平民百姓，都成为了一种食生的这么一个风俗。2000年的历史传承，一个好味道真的是要经历时代的沉淀。这些没有用到的食材，下回煲汤烧着吃，一鱼多吃啊，不浪费。咱们这顺德鱼生啊，就讲究一个鲜字儿，包括这些配菜。你知道当年在北京城有一个开了很多店面的酒楼叫顺丰，那个酒楼做的都是正宗道地的顺德菜。当时真是在北京城，没有人不爱吃顺德菜。在香港有一句话叫"吃在香港，厨出凤城"，这个凤城就是顺德地区。煎焗、鱼举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鱼头，它都让你做的简直是有想看的，咱们在评论区里艾特夏叔安排。我见过最爱吃鱼的地方就是顺德，一顿饭都不能没有鱼。这个鲜鱼配鲜冰才能锁得住本味。阿聪，冰块呢？你这点冰不够啊！这现在来不就冻了？要不稍微买点。哎，你别走，我这台美的 M60系列机皇冰箱就能60分钟快速出冰，好方便啊！那是，它还是双系统、双循环，保鲜效果也更好。这样配菜买的再多，咱也不怕呀。鱼生熟混放不串味儿啊？没事儿，现在有全净健康技术，9分钟就能急速净味儿。真没机会。关键是能和柜子严丝合缝的嵌进去，不占地方还特显档次。这做菜啊和买东西一样，审美和需求啊得同时在线。如果说是一个新加坡的家庭在春节期间没有吃上这道发财鱼生的话，这个年可能过不好，因为这道菜预示着阖家团圆，还代表着新年的期望和梦想。一定手不能碰任何的物料，只用一双筷子。夏叔很少有在做的时候就开始流口水的，这顺德鱼生是其中之一。把所有的食材焯拌在一起，一捞福气，2捞运气，3捞财气，4捞风生水起。开选！当咱们这个红薯粉条和肉末放在一起，它应该叫做一个什么经典名菜？肉末粉条？不对，它不是肉末烧粉条，它是经典中的经典，蚂蚁上树。首先呢，咱们选择这个红薯粉，把它剪成小短短，可不是粉丝啊。夏叔自从上次炸了粉丝以后，所有的炸粉丝的事儿咱绝对不干了。夏叔的粉丝都是白富美，都是高富帅。经过了一冷一热，粉条根根分明。蚂蚁上树的肉一定是不能带任何肥膘，而是用纯粹的瘦肉，一切一剁，这一颗颗活蹦乱跳的小蚂蚁这就来了。一种是红蚂蚁，一种是黑蚂蚁。咱们把这芽菜也要再给它细剁成末。这个碎米芽菜只有在我们四川的宜宾才有。如果宜宾燃面没有了我们这美丽的碎米芽菜，这燃面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驰名中外。正宗道地的蚂蚁上树是需要2剁2切。粉丝不切吗？粉丝不切，粉丝能切吗？可不敢胡说啊！万事到位，接咱们炒锅上火，把咱们已经剁碎的这芽菜放到锅里边。此情此景，夏叔想吟诗一首：宜宾芽菜香，香飘到天上，不想回天界，留恋在人间。要把这个肉馅给它炒松炒散，干爽的肉末在锅里边会自然的上下跳动，个个都是跳高冠军，这才是真正的活蚂蚁真上树。我们这道菜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象形的菜，到最后一根根的粉条爬满了红蚂蚁黑蚂蚁。在家里边不管是做粉丝做粉条，只要是炒，你都可以按照夏叔这种方法做。红薯粉着了味儿，就像是一根根的金条上下跳动，左右纷飞。最后一步上锅调味，凭什么就一点点的芽菜，一点点的肉末，一点点的粉条，它敢叫一个蚂蚁上树？这里边吃的是一个讲究，一个工序，而不是真正的比拼食材有多么豪华、多么昂贵。我们不要去为了所谓的传统而传统，也不要为了所谓的正宗而正宗。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在家里边能够用这种简短的方式做出我们喜欢的菜式味道就行了。过程呢都是浮云。倒计时，3、2、1，经典中的经典，蚂蚁上树，别等着了，开选！